2025年5月，北京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拍卖行之一嘉德拍卖行的春季预览上，一幅署名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亮了相，估价8800万人民币。这本来是艺术圈里的一件常事，却不想引起了画卷的原主人庞氏家族后人的警觉。他们认出这幅画正是自家先人在1959年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137件书画中的一件。既然捐给了南京博物院，那此后这就属于博物馆藏品了呀，怎么又会出现在了拍场之上呢？谁都不会想到2025年年末，一幅画在中国文博圈炸出了一个惊天大瓜，进而引发了大众对国家一级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全民讨伐。舆论热度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初，依旧不减。原来在受赠30多年之后，此画被南博鉴定为了赝品，并被剔除了博物馆馆藏之列。可问题是，你既然是赝品，如今怎么又会被估出8800万人民币的天价呢？到了2025年12月17日，澎湃新闻独家发布了一篇题为《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匪江南春匪为何现身拍场》的报道。南京博物院瞬间被推至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网友和各路媒体的不断深挖，事件背后隐藏着的2条人命，无数的暗中暗迷局和一个行业不能说的秘密，通通浮出了水面。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2025年年末、2026年年初最大的瓜——南京博物院事件。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风波持续发酵，官方23号起介入调查。市民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盗窃故宫南迁文物，但由于行贿对象太多，背后势力过于庞大，终是石沉大海，不了了之。时间回到了2025年5月22日，一个普通的午后，正在家中整理旧物的庞书令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对方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说道：嘉德春拍的预展里有仇英的《江南春》，上面还盖有你家虚斋的印章。这消息如同一道惊雷，瞬间击中了庞书令。随后庞书令便紧急报案，这幅《江南春》原定是要在5月26日晚上10点半正式开拍的，结果开拍前1个小时，画卷就被撤拍了。后来事情在全网闹得沸沸扬扬，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得亏报案的人是庞家，否则我们今天是看不到这则新闻的。其实庞家与南京博物院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一切还要从庞家的家族渊源开始说起。清朝中后期，庞家发迹于浙江吴兴南浔，也就是今天的湖州市南浔区。那时候民间习惯以4象8牛72金黄狗来定义南浔的商人。这里的象、牛、狗指的是财富量级，象是家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的，牛为50万两以上，狗则是10万两以上。明清时期，1两白银合约37克，10万两白银就是3.7吨，其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大几千万，甚至是上亿。这么一看，咱们大多数人其实活得都不如狗啊。有说法称，庞家的家产是600万两白银，在南浔4象中排行第3。大家可以自行换算一下，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可以把换算出来的数字写在留言区。庞家的发家之人是庞云曾，出生于1833年。其父亲庞听泉一直在衙门中任师爷，家境比较拮据。庞云曾15岁的时候就从事蚕丝业了，先从镇上的丝行学徒做起，学成了之后就自己单干。后来前往上海创办了独资丝行，参与丝绸外贸，赚到了第1桶金。南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蚕丝产地之一。南宋时期，南浔的蚕丝就已经销往了东瀛、南洋、道光，5年开市，大量远销欧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两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了5口通商，上海便是其中的一个通商口岸。而南浔距离上海不过100余公里的路程，更有运河可以直航，所以南浔的丝绸外贸生意就赶上了时代的红利。而庞云曾就是借此发家的。庞云曾有3子1女，老大儿子早年夭折了，老二儿子叫庞元济，字来臣，后世习惯于称呼他庞来臣。他也是此次江南春拍卖事件中报案人庞书令的曾祖父。老三儿子叫庞元成，后来成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家，也是同盟会的元老，把继承来的大部分家产都资助了革命。
我们熟知的武昌起义、广州的黄花岗起义背后都有庞元成的赞助，而他在上海的寓所后来还成了革命的秘密联络点。孙中山等人经常在他们家开会。庞云曾还有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同为南巡四相之一的张家，给张家生了一个儿子叫张静江。没错，就是那位被孙中山奉为革命圣人的国民党4大元老之一。接下来我们再重点说说庞云曾的老二儿子庞来臣。弟弟投身了革命，庞来臣呢则子承父志，继续在商场打拼。他创办的上海龙章造纸厂是中国近代造纸工艺的鼻祖，创办的杭州通义工纱厂更是当时浙江省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棉纺织工厂，后来改名叫了杭州第一棉纺厂。他的商业足迹遍布了金融、地产、典当、铁路交通、电力、食品等多个领域，成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企业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除此之外，庞来臣还是非常有名的收藏家。在收藏界，他与民国4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齐名，被誉为北张南庞。庞来臣从小就对书画非常着迷，少年时就会购得名家书画学习临摹，临摹出来的版本与真迹极为相似，其父亲都赞叹说：“即有此一手，将来不至于无饭吃矣。”成年后，庞来臣既有继承来的巨额家产，自己又生财有道，因此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收藏他看中的书画。他将收藏来的书画都存放在了南浔私宅怡园中的半画阁重楼里，取名虚斋，后来还以此自号。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南浔沦陷，庞来臣便携全家以及书画来到了上海。1909年，庞来臣将自己的藏画编成了《虚斋名画录》，里面收录有历代名画538件。作序的是著名学者、书法家郑孝胥，作跋的是著名画家陆辉。陆辉评价庞来臣的鉴别能力是真验杂出，一见能决其是非。就连庞来臣自己都说：“我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唯一能说还行的，那就是收藏。”所以为啥说南京博物院后来说江南春卷是假的，庞氏后人会这么激动？因为你说他庞来臣不会做生意都可以，可是你绝对不能质疑他在收藏方面的专业性。而且一个人鉴定可能会打眼，但是庞来臣可是有一个鉴定团队的，陆辉、张燕孙、张大壮、吴秦牧等中国近现代的书画名家、鉴赏名家都是庞来臣重金聘来的鉴别师。那说白了，能被庞来臣盖上一个虚斋的印章，就相当于给这幅名画贴了防伪标签。1949年2月，庞来臣去世。生前他曾经立遗嘱，将毕生的藏品分为了3份，4子和2个孙子，每人1份。庞来臣生前只孕育有1个独子，还在31岁的时候病故了，留下了年幼的2个儿子庞曾和与庞曾祥，也就是庞来臣的2个孙子。因为独子早逝，庞来臣后来将弟弟庞元成的儿子庞维锦过继了过来。作为4子，原本按照庞来臣的遗嘱，他的藏品是要在庞维锦、庞曾和庞曾祥3个人之间平分的。但是后来执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分成了4份，还有一小部分作为家族的公产，由庞来臣的继室夫人贺明同监管。此后，继室夫人贺明同一直与长孙庞曾和一家居住在苏州，而次孙庞曾祥一家则定居在上海。4子庞维锦当时是国民党东南军政副长官孙立人的秘书，曾经来苏州动员全家搬迁到台湾。据说当时书画已经全部都装箱了，运送的军车也都联系好了，但是临行前的最后一刻，一家人商议之后，还是决定要留在大陆。他们担心孤儿寡母的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是很难适应的，也不一定能保存好庞来臣一生的心血。他们总觉得庞家的根就应该留在大陆，而留下来的庞家很快就迎来了官方对虚斋藏品的征集，先是上海，然后是北京，再之后是苏州。南京庞家与南京博物院的渊源开始于1959年。在南京博物院数次上门动员之下，庞曾和携全家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了137套字画珍品，其中的4/5后来都成了南博的1级藏品。而这137套字画于1959年1月交付完毕。这次引发舆论风暴的江南春图卷也在其中。时间来到了1962年年底，南博再次向庞曾和家征集虚斋藏品。此后1年间，庞曾和家又将11件古画交给了南博。
其中除了宋徽宗的一幅图价1万元以外，其他几件藏品南博都只给了庞家象征性的价格。除此之外，1963年，南博一位名叫徐云秋的政绩员还来到了苏州拜访庞曾和，他以开画展为由，希望向庞曾和借2件画。一幅是元四家之一吴镇的松泉图轴，另一幅是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徐云秋声称展期是3个月，3个月之后必定归还。庞曾和也就没有在意，将借据与家中其他的画作卷在了一起，放在了一边，并没有单独收好。岂料这次画展不但没有邀请庞家人前去参观，借走的这2件藏品也从此是杳无音讯了。算起来，从1959年到1964年间，庞曾和这一支借给、低价卖给南博的虚斋字画，共为137加11加2等于150套。按理说，受到如此厚重的捐赠，南博应该对庞家以及后人十分感激和敬重才对。但这150套藏品却开启了庞家和南博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话说1963年，庞曾和被南博借走《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这2套珍品之后，本来是打算讨要的，但是没过多久，便是10年文革了。庞曾和全家被下放至了苏北的大丰农村。1966年9月，庞家在苏州的宅邸被抄家。当时庞曾和时年14岁的女儿庞淑令听到带头的工作人员说道：“庞家全是古董，吃饭的碗都是，务必小心，不能打砸。”结果就是家中所有的古董字画都被搬走了。1979年，庞曾和一家从下放的农村回到了苏州。此后10年期间，他们数次向南博去讨要被借走的2幅字画，但是南博一改往日殷勤的态度，把庞曾和及其妻子王念英晾在办公室里，一晾就是几个小时，无人接待。无奈之下，1988年，庞曾和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南博返还2幅古画。但是由于借据已经在文革抄家中遗失了，法院最终判决2幅画是南博从庞曾和处征购的，但是当时没有支付画款，现在需要支付庞曾和购画款以及利息，人民币4万元。庞曾和当然是不服了，提起上诉。1990年5月，南京中院2审判决，结果也只是将购画款以及利息提高至了54998元。2审后不久，庞曾和就被查出患上了肝癌，于1995年离世。此后，庞家与南博的关系可以说是降至冰点，几乎再无往来。直到时间来到了2014年12月，为了纪念庞来臣诞辰150周年，南京博物院举办了“藏天下”庞来臣虚斋名画合璧展，展出了南京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虚斋藏品精品。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呀，但是庞家与南博之间的恩怨却因此再起波澜。那次展览的策展人是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庞欧，虽然也姓庞，但这位庞欧跟庞来臣的庞家是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而作为庞曾和的女儿，庞来臣的曾孙女庞淑令受邀参加了展览的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庞淑令意外认识了另外一位素未谋面的庞家后人徐英。策展人庞欧非常积极地向庞淑令以及一众记者们去介绍徐英，说徐英是庞来臣的堂弟庞赞臣的外曾孙女。庞淑令一开始见到这位远房亲戚还是满心欢喜的，但是随着对话的深入，他越聊越发现徐英所说的家里的事跟他知道的家里的事是对不上号的。在展前座谈会上，徐英接受了知名媒体《3联生活周刊》的采访，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外曾祖父庞赞臣是其堂哥庞来臣家族事业和公益事业上的总代理人，也是庞来臣遗嘱的执行人。看到这篇采访报道之后，庞淑令是无比诧异，他尝试联系徐英，要求徐英提供采访时所陈述内容的有效证据，但是并没有收到回复。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庞来臣和其堂弟庞赞臣的关系其实非常不好，是不太可能让其堂弟主持自己的家族事务的。有庞淑令提供的一封庞来臣于1919年写给美国大藏家弗利尔的信为证。信中庞来臣说，我堂弟庞赞臣正在前往美国的路上，他和我们的商业往来已经割断了，我相信你也不会跟他讨论我们的生意。
但也有报道声称，庞来臣去世之后，的确是其堂弟庞赞臣作为家族内的长辈主持的庞来臣的家产的分割事宜。不过此后，庞来臣的后人和庞赞臣的后人再无来往。徐英的身份其实还只是一个小插曲。最让庞书令感到恼火的是，南博为那次展览所编撰的画册里有一篇策展人庞欧撰写的专论。专论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庞来臣也没有想到他的子孙会败落到以卖画为生。庞书令认为这话是对庞家子女人格和名誉的极大的侮辱。好嘛，我庞家把那么多稀世珍宝都给了你南博，到头来你却被这般的嘲讽。庞家人要求南博收回所有印发的画册，并进行公开道歉，但可想而知，南博并没有同意。2015年6月，庞书令将南京博物院和庞欧一起告上了法庭。随后，徐英也被提告，说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的发言侵犯了庞来臣的名誉权。2015年12月，庞书令还给中纪委写了一封实名举报信，说杭州师范大学与中国美院滥用职权，对徐英进行委培。2014年9月，也就是纪念庞来臣诞辰150周年的展览开展的前3个月，当时在杭州师范大学工作的徐英被杭师大送到了中国美院去攻读3年全日制博士，也就是所谓的委培。同时他在杭师大是照常拿工资的。但是根据庞书令及其家人的查证说，徐英本科是生物专业，研究生阶段就读于杭师大，硕士论文也是关于细胞、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可是博士却突然跨专业跨到了美术史，研究课题正是20世纪书画收藏。以庞来臣为例，刚刚入读博士生3个月之后，2014年12月便在南京博物院老院长徐湖平的安排之下，在展前座谈会上以庞氏后人的姿态出现了。徐湖平这个名字非常重要，请大家记住，待会儿要考。总之，庞书令认为徐英是庞氏后人的身份完全就是伪造的，而他在采访中所说的庞赞臣是其堂哥庞来臣总代理人的话，也对庞来臣的名誉造成了侵害。不过2018年11月，江苏高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徐英在采访中的言论虽然缺乏佐证，也有对庞赞臣在庞来臣事业中作用的过誉之嫌，但是从头到尾都是对庞来臣书画收藏事业的褒扬，并没有侮辱贬损的言辞，所以不构成名誉侵权。而徐英是否是庞赞臣外曾孙女一事，法院认为与本案无关。那么徐英到底是不是庞家人呢？根据徐英的主张，其父是徐安华，徐安华的母亲，也就是徐英的奶奶是庞明霞，而庞明霞是庞赞臣与潘志新的女儿。2016年8月，徐英的父亲徐安华以查询外祖父庞赞臣在美读书期间的相关档案为由，找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开了一份自己是庞赞臣外孙的公证书，但是转脸就把这个公证书提交给了法庭。也就是说，他开公证的时候是隐瞒了真实用途的，后来被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给发现了，公证处就以违反公证程序为由撤销了公证。而且根据撤销决定书，公证处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徐安华是庞明霞的儿子，也有证据能证明庞赞臣与潘志新是夫妻关系，但是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庞赞臣与庞明霞的父女关系。这有点绕哈，这什么意思呢？50年代的时候，庞赞臣的公安户籍档案中记载，其子女均已过世，而且没有庞明霞的信息，而潘志新又是庞赞臣的二婚太太，所以就有网友猜测说，庞明霞可能是潘志新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后来就改姓了庞。当然了，这些都仅仅只是网友们的猜测而已。蹊跷的是，徐英后来又在网上贴出了一份2018年7月杭州之江公证处出具的他与庞赞臣的确是外曾祖孙的公证书。所以徐英的身份目前还是一个罗生门，希望官方之后的调查通报会澄清这一谜团吧。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庞书令2015年状告南博名誉侵权的重头戏。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16年7月，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认定南博策展人庞欧在画册里所撰写的专论捏造并散布了虚构事实，
侵害了庞曾和的名誉权，判决南博和庞欧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这起名誉侵权案，某种意义上来讲，庞书令是赢了的。而在法庭上，策展人庞欧拿出的一份关键性证据，又为之后的另一场诉讼埋下了雷。这份证据是一篇2010年8月底的新闻报道。报道内容是关于坐落于南京的大型美术馆艺兰斋内的藏品的。文中提到说，江南春卷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在过去500年间，它经由明代诗人袁飞之、华宇楼、王任堂、过云楼、顾文彬、虚斋、庞来臣等大收藏家之手，最终被艺兰斋收藏。195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还曾经给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写信，为故宫博物院征集明清字画，其中江南春卷就被列为了非要不可的征集对象。而报道中声称，庞来臣辞世之后，艺兰斋是从庞来臣苏州的女儿手里购得此画的。庞欧拿着这篇报道言之凿凿地说：“看吧，还说你们不是以卖画为生，这不就是证据吗？”这看到报道之后的庞书令整个人都惊呆了呀！一是因为庞来臣根本就没有女儿，迁移到苏州的庞来臣的后代就是庞书令的父亲庞曾和这一支；二是因为那幅江南春卷，庞曾和早就在1959年捐给了南京博物院，现在怎么又跑到艺兰斋手里去了呢？于是他们就向南博提出了请求，想要查看1959年捐赠了137件藏品的现状，但是南博一直就没有理睬他们。捐赠者庞曾和的夫人王念英，也就是庞书令的母亲，多次给南博写信，但信件如同石沉大海。直到王念英去世，这事也没有下文。而提到母亲的去世，庞书令说道，就是因为有亲友来家里，又讲了南博的这个事情，母亲一下子就生气，就突然心脏病发，没缓过来。母亲的离世就让这场追问蒙上了一层无法释怀的悲痛。母亲去世3年后，2024年10月10日，庞书令又对南博提起了诉讼，要求其履行庞家捐赠文物下落的告知义务。起初庭审过程中，南博一度以庞书令不是捐赠者本人为由，质疑庞书令的诉讼资格。可是捐赠者是庞书令的父亲啊，他早就去世了。作为庞家后人，庞书令怎么就没有资格知道这批捐赠物的下落了？法院最终也是认定庞家有知情权的。而案件是以调解结案的。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要求南博在2025年6月30日之前安排庞书令查验全部捐赠品原件，并就缺失藏品的流转情况予以说明。而就在查验日临近之前，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还没等南博公布缺失的藏品的下落，那幅江南春卷竟然出现在了嘉德拍卖行的春拍图录上。用庞书令自己的话说，就是找天找地都找不到，最后这幅画自己出来了。2025年6月底，庞书令按照调解的约定走进了南京博物院的库房，清单上的137件藏品中，最终只看到了132件，有5件不知去向，其中就包括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图卷。而南博这边的解释是，这5幅画都被认定为了赝品，已经从藏品序列中被剔除了，并且进行了画拨调剂处理。2025年12月17日，澎湃新闻最先对此事发布了独家调查报道。同一天，南博赶紧发布了情况说明，其中提到这5幅画在1961年和1964年2次经过专家鉴定，都被认定为了伪作南博，这才在1990年对5幅画进行了处理。但是舆论的热度并没有因此平息。隔天12月18日，南博向新华社提供了更多关于鉴定过程的信息，还有一张江南春卷被调寄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的发票。发票上的时间是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卷被一位神秘的顾客以6800元的价格给买走了。6800涨到了8800万，这个涨幅真是巴菲特看了要流泪，马斯克看了要下跪啊！舆论彻底炸锅了。那么这幅江南春卷究竟是真是假？买走它的神秘顾客又是谁呢？江南春卷长7米，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明代书法家陈留题写的4个浓墨大字“江南佳丽”。第二部分是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所画的青绿山水图。第3部分是多位诗词文人题写的《江南春词》。
他们都是当时的名流。这幅藏品上还留下了历任收藏者锅盖的60多枚建藏印章。而根据南博出事的鉴定记录，1961年11月，张孔、韩慎先、谢志柳3位鉴定专家第一次对江南春卷进行了鉴定，结论是整体为伪。陈留题写的江南佳丽4个大字为真，但后面的提拔完全不对，伪得很好，原庞家是当真的藏的。1964年6月，王敦化、徐云秋、许申农3位专家再次鉴定，认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南博提到的第一次鉴定的张腾、韩慎先、谢志柳3位鉴定专家都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张宏也是江南的收藏家，与庞来臣交往甚密，而谢志柳本身是书画家，在建藏方面也有造诣。但是他们3位都已经作古，不可能再对鉴定结果进行说明了。而第二次进行鉴定的3位专家的背景就有一些存疑了。关于许申农，只有部分的文献将其描述为南京博物院老一辈的古书画鉴定专家、鉴藏家、词人、诗家。而王敦化、徐云秋则被庞书令质疑只是南博的工作人员，根本就不是什么书画鉴定专家。他们3位也早就已经不在世了。庞书令坚称，庞家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文物都是真品，不存在伪作。其曾祖父庞来臣在古字画鉴定上有极高的造诣。南博擅自认定5件藏品为伪作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庞来臣的声誉。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伪作，南博把假的东西还给庞家不就完了？私底下处置，而且还瞒了庞家数十年，这着实是有些让人心寒。在文博圈有一句名言是文物鉴定没有上帝之眼，要是纠结于这江南春卷到底是真是假，咱们这期节目可能得做到明天早上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南博对这所谓的赝品的处置是否合规合情之上。2025年8月，庞书令将南博再度诉至法院，要求南博返还江南春卷等5幅被他们认定为伪作的捐赠品。而南博的代理律师则表示，该批藏品的所有权自交付日起已经转移至国家，捐赠人也未在捐赠时保留返还权利，所以庞书令的返还要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1986年，原文化部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之后，南博就依照此办法，将一批总共1259件伪作剔除了藏品之列，并于1997年获得了原江苏省文化厅的批准，将这批不够馆藏标准的文物调寄给了原江苏省文物总店处理。4年后的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卷被人以6800元的价格给买走了，发票上标示的品名为仿绸英山水卷，购买人为顾客。然而，不少文物界人士都认为，即便庞家捐赠的这幅江南春卷是伪作，那也属于是伪好物，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古董鉴赏家、收藏家马未都就说，2001年已经是中国古玩拍卖风起云涌的时代了，这幅作品就算是假的，也不应该是这个价钱。2001年，现在有发票。那个发票啊，这张画卖了多少钱呢？是由南京这个文物商店卖出来的，卖了6800块。仇英的这张东西啊，咱们这么说，这张就是假画也不值这个钱。2001年已经是拍卖风起云涌的时刻了。那么那张发票上哈，它有一个购买栏，那个购买栏写俩字儿叫顾客。因为我在这个文物商店里买过很多文物，文物商店的最早期的时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所有人买东西都必须填写真名，除非这个人姓顾名客，他就叫顾客，那可以。如果不是，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你写上顾客，那从一开始这个事就有嫌疑啊。那么当年买走江南春卷的人究竟是谁呢？他不可能真的姓顾名客吧？不少调查媒体都认为，此人就是一兰斋的创始人兼董事长陆挺。而且种种资料显示，陆挺获得该画的时间远早于2001年。陆挺是南京人，网上关于其早年经历的信息很少。一名与他打过交道的文物界人士称，陆挺曾透露自己是南京附近乡下的苦出身，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古字画收藏，1996年12月注册成立了一兰斋。上海收藏家严明告诉澎湃新闻，他早在1999年时就在陆挺家中亲眼见过江南春卷了。而当时陆挺十分自豪地跟他说，是因为一兰斋在南京已颇具名气，庞来成的后人才慕名找到他，将这件珍品卖给了他。
后来严明才知道，陆挺那天在家中的说辞是有虚假的成分的，他其实是以16万元的价格从江苏省文物总店购得了江南春卷。而且严明特别强调说，该画作原本是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南博曾专门向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请示将包括这幅画在内的一批书画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文物到店的第2天，陆挺就完成了购买手续，将这幅江南春卷带回了家。严明甚至直言不讳地猜测说，南博的那次调拨与后续的出售大概率都是定向操作，换句话说，就是专门为陆挺量身安排的定向交易。显然，严明的说法与南博后来公开的销售发票是完全对不上号的。一方面，他于1999年就在陆挺家见过江南春卷了，那么这幅画就不可能等到2001年才对外出售。另一方面，价格也不是6800元。当然了，有网友猜测说，可能是有人先从原江苏省文物总店以6800元的价格买走了江南春卷，然后又高价卖给了陆挺。但是不管怎么说，发票上的时间是肯定对不上的。而财新的长篇报道则讲了另外一个略有不同的故事。有2名与陆挺打过交道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说，陆挺曾经告诉他们，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自称庞家后人的年轻人带着这幅画敲开了他的家门，开价19万元，他还价到了17万成交。陆挺的妻子丁蔚文也多次在收藏圈内和出版物上透露，他们从90年代起就拥有这幅江南春卷。比如丁蔚文曾经在《读者》杂志2000年第8期上专门介绍易兰斋的一个展览，其中就提到了易兰斋收藏有仇英的江南春卷。丁蔚文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仇英非江南春卷非考辨，而在论文的前言中，他说道，作为江南春卷的收藏者，可谓占尽天下先机，拥有了研究江南春卷的第一手资料。还解释说，江南春卷在上世纪90年代初流转到了易兰斋收藏。不过2025年5月将江南春卷拿去拍卖的人却并非陆挺、丁蔚文夫妻。2025年5月7日，就在嘉德春拍展品预览小程序上线的当天，陆挺因为多器官衰竭医治无效而去世。生前，他因为资金的短缺，将包括江南春卷在内的8件书画作品抵押给了南京石竹斋，以换取数千万元的借款。后来又因为无力支付本金和利息，石竹斋就将8件抵押品整体转让给了一位宁波的买家朱光。而这次将江南春卷送拍的人正是朱光。目前，陆挺的遗孀丁蔚文和朱光都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此外，财新的报道还犀利地指出，1997年南博一次性地将1259件藏品剔除出馆藏目录，划拨给文物商店出售的这种操作，在中国博物馆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位曾任西部某文物大省国家1级博物馆管理职务的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时说道，尽管表面上审批程序合规，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这可能是一次内外合谋、上下勾结的安排，可能涉及多件珍贵文物流出，绝不仅仅是一个江南春。南博提供的1997年将1259件书画剔除藏品之列的报批单上，院长一栏的签字人是徐湖平。还记得刚才我让大家记住徐湖平这个名字吗？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他与陆挺是多年的好友。陆挺去世时，他还公开发文悼念。而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他不仅是1259件藏品流出的批准者，还是其流向地原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而徐湖平是在2001年1月才转正南京博物院院长的，1997年时他只是副院长。就在他转正3个月后，根据南博如今出示的资料，不管是真是假，2001年4月16日，江南春就从文物总店被神秘的顾客买走了。庞书令向澎湃新闻表示说，1997年南博的时任院长是梁白泉。根据相关的法规，徐湖平是根本就没有权利批准将1259件文物给剔除掉的，其行为已涉嫌犯罪。这样的操作可能就是为了给暗箱操作和定向输送创造条件。后来销售单上模糊的顾客二字，或许正是这种非正常操作的痕迹。12月19日，青岛早报记者联系了现年82岁、早已退休的徐湖平。采访中，徐湖平的几点说法非常值得玩味。他说：第一，这个事儿没有经过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
言外之意是他是2001年才成为南博院长的。1997年的事，他没有资格当带头大哥。第二，2008年我已经退休了，此后近20年不过问外界事务。第三，我身体抱恙在家，高血糖前列腺也不好。言外之意是不要再揪着我这个老人不放了。12月22日，澎湃新闻的记者也敲开了徐沪平的家门。开门之后，徐沪平只是匆匆地说了一句：“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而12月21日的时候，事件还爆出了一个炸裂的大瓜。南博退休员工郭李典发布视频，实名举报徐沪平涉嫌盗窃数以千计的北京故宫南迁文物，在未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撕毁了文物保管箱上的封条，将文物评定为了赝品，然后低价销售给了自己主管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转手倒卖给儿子徐湘江在上海开的文物拍卖公司。郭李典的举报视频并没有谈及江南春卷是否是通过同一手段倒卖到民间的，但他声称南博的40多名职工早就在2008年的时候联名举报过徐沪平多次了，但是案件却总是石沉大海。12月23日，亚洲周刊发布了一张便衣警车停在徐沪平家门口的照片，配文是2025年12月23日中午约12:30，剧中。徐沪平夫妻目前疑似已经被带走调查，而官方针对此次江南春事件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希望不久的将来一切的谜团能够水落石出。话又说回来，我们都知道南京博物院是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全国第2大博物馆，但鲜为人知的是，南博的掌门人却是一个高危职业，过去2任院长都曾经离奇身亡。1933年，在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的倡议下，南京国民政府创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数万件文物一路被运送到南京。1947年，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1950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1959年，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仍命名为南京博物院。1956年，曾国藩二弟曾国藩的长曾孙女曾昭成为了南京博物院的第2任院长。曾昭亮是中国首位留洋归国的女性考古学家，一生未婚。别人问她何时出嫁，她总说：“我已经嫁给博物馆了。”她在任南博院长期间，推动和主持了博物院在捐赠、鉴定、日常管理等方面各项制度的建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却在1964年走上了南京灵骨塔，跳塔身亡了。官方的报道说是因为抑郁症，可看看时间线，大概就能猜到曾昭丽抑郁的原因了。1957年，中国掀起了反右运动，曾昭丽屡屡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进行深挖，汇报反革命历史、家庭。这个定性让他始终觉得利剑在喉，战战兢兢。而值得一提的一点是，根据曾昭丽的日记，他和庞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多次在南京和苏州相聚参观游玩。庞家也是感佩于曾昭丽院长的人文关怀，才决定将虚斋旧藏征集给南博的。曾昭丽去世之后，姚谦成为了南博的第3任院长，而他也是在任上自缢身亡的。1984年8月，《光明日报》连发3篇抨击姚谦剽窃其他科研人员学术成果的文章。伴随着这3篇文章而来的，还有省级领导的一连串非同寻常的打压。当年11月，不堪重压的姚谦就选择结束了这一切。姚谦死后，中纪委调查组南下调查，不久后就得出了错案。姚谦含冤去世的结论，一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级领导被撤职。光明日报也很快承认错误，发表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关于姚谦事件报道严重失实的检查。而多年后，中国著名的文史大家冯其庸先生在自传《风雨平生》中提到了姚谦事件不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江苏省委有一些老同志非常喜欢文物，尤其是字画，经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画回家欣赏。按理说，博物馆的藏品是不能外借给私人的，但是因为是省委领导，姚谦也无可奈何，就让他们借回去了。不过每一次姚谦都非常认真地记录下了谁到底借了什么，借的时间是多久，到时间之后他就去催不回来他也总去，经常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催。后来这些领导就有些不高兴了，
冯其庸先生在文中认定姚谦是为了保护国家文物，最终遭遇到种种打击污蔑，弄得他都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冯其庸先生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泰斗，他的话是有一定分量的。但同时，另外一些资料也显示，姚谦的一生极难评价。比如说，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庞家曾经借给南博用于展览的那2幅名画《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均在姚谦的关照之下，登记在了南京藏家陶白的名下，而非庞曾和。在跟庞家的诉讼中，南博一度将此登记册作为证据，反驳庞家曾经将画借出的事实。不过好在法院最终还是认定这2幅画是来自庞家姚谦刻意篡改捐赠人的操作，似乎与冯其庸口中的正义形象出入很大。不管怎么说，种种迹象都表明，南京博物院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绝非一片文化收藏的净土。而一级博物馆都这样了，其他博物馆的收藏乱象还不变本加厉吗？对于文物鉴赏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在抖音上刷到过这位大 V 的视频。他原名叫做听泉鉴宝，现更名为了听泉赏宝，是一位通过直播连线进行线上鉴宝的博主。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积累了3000多万粉丝。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诙谐幽默的语言极大程度地调动起了观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他的直播间里充斥着各种猎奇故事，几乎每晚都在上演着刑法见证实录。有一次连线时，一名男子向听泉展示了几把青铜剑，听泉判断为真。男子直言不讳地说道：“这是从博物馆里拿出来的。”随后又展示了多件青铜器、瓷器等等。而没过多久，就传出了男子被重庆市奉节警方找到，正在接受调查的新闻。还有一次直播时，疑似是盗墓者现场连麦，在四下漆黑的背景中展示了镇墓兽、墓志铭等等，然后直接问听泉吃几个馒头。听泉神色凝重地说道：“说实话，我现在自己都想立功。最劲爆的还是故宫一件我一件的梗。”之前网友们还觉得这就是个玩笑，如今南博事件爆出之后，再细品听泉的这段直播，只能说几倍发凉呀。我把片段放出来，大家自己品吧。在这个正大光明殿里，有一个跟咱们这一模一样的，这个是1比1做的，是吧？我这是老的。这个是老的话，那故宫那个正大光明殿的那个是什么？他也不可能说一个工匠就做一个东西啊。也就是说，当时其实是给皇家储备用的，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流落于民间呀？钱到位啥不买啊？钱到位他妈啥不卖？刚刚后面那个龙先，等会儿哪个龙啊？就这个，刚刚那个是正大光明殿的，这个是太和殿的，这现在还在故宫里呢。您刚刚展示的那个是正大光明殿的，现在的这个是在太和殿，这个他们也卖了。什么？不是，还有几个比这好的，这家这东西。我们还敢继续看下去吗？可别明天上新闻了啊！2024年10月9日晚间，听泉宣布停播1周，并表示停播纯粹是个人原因，呼吁大家不要乱猜。复播之后，听泉鉴宝就改为了听泉赏宝。而好巧不巧，就在听泉停播又复播后没多久，2024年10月15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放出消息。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卸任6年之后被查，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审查。中国文博圈的水究竟有多深？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前馆长萧元在2004年至06年间，利用职务之便，从馆内窃取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名人画作珍品143幅，带回家中进行临摹，再将赝品给放回去。随后几年里，他将真迹陆续送拍，获利3470万人民币。2014年5月6日，萧元在自己的住处被捕，检方还搜出了18幅尚未拍出的真迹，经鉴定估价约为7681万元。而萧元家中还藏有枪支和子弹。被捕之后，萧元对自己的罪行是供认不讳，但同时他提到自己并非广美图书馆历任领导中第一个调包名画的。早在2003年，他继任馆长之初，就发现有些馆藏字画已经被调包了。他这才想到自己也可以借此发财呀。萧元的做法在其他领导眼中，这属实是有些太不地道了。你自己落网就算了，还想拖别人下水。结果就是萧元在狱中离奇死亡，官方说是病逝，对此咱们也不便再做过多的猜测，毕竟没有证据。
还有一次，马未都在节目中提到说，他去南方的一家博物馆参观，管理者指着2个瓶子，直接就跟他说：“你要是喜欢这东西的话，我们便宜卖给你。”我去了南方一个城市啊，那城市当时人家都知道我喜欢，到那儿聊天的时候说：“哎，我们这儿有一东西，你要是喜欢，我们卖给你啊，说便宜。”然后什么呀？人就带着我去了，去哪儿了呢？去一博物馆。去一博物馆呢，他指着那2瓶子给我看，说就这俩。然后我说这行啊，我说价钱怎么样啊？我当时以为是什么呢？是指着这2件东西一样的一个文物。这人说不是，说就是这俩，你要买就是这俩。那我就有点愣了。我说这是博物馆呢，这是掉脑袋的事儿，怎么能买这个呢？我说我不买，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事儿过去20年以后啊，有一次那个博物馆是做这个馆庆啊，也不多少年的馆庆，然后又叫我去了。我去了以后呢，就因为这个事儿对我印象很深刻呀，我就想起我年轻时候这事儿了，我就跑那儿去看一看那俩东西啊，我心里忽悠一下，那东西就已经被调包了。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舆论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好糊弄了。这次站在争议中心的江南春卷不仅是一幅名画，也是一面多棱镜，它折射出了制度的漏洞、权力的傲慢和人性的贪婪。被带走调查的徐湖平老院长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说画真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价值。但我们想说的是，文物的艺术价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公众的信任。信任是庞家在50、60年代捐赠时的初心，也是一个民族对文化传承的敬畏。